谁也想不到摄政王妃躲在这儿。许静，这儿。站在景林面前，洛雪欣七上八下的心顿时有了实处，露出一抹笑容。我没事。真的没事？景林皱眉不信，他日渐烦躁，不甘心眼瞎，连洛雪欣的状况都看不见，靠嗅觉也只能闻到自己身上的血腥味儿。真没事。那就好。是谁抓走了你？洛雪欣沉默了。有人威胁你了，给你下毒了？都不是。王爷，我可以抱抱你吗？景林猝不及防，愣在原地，蒙眼部下眼帘疯狂颤动。景林张张嘴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知道男女授受不亲，是我冒昧了。好，你要怎么抱？洛雪欣笑了声，大步上前，张开手抱住景林的腰，脸贴在景林胸口，听着砰砰有力的心跳，感受着衣裳布料下炙热的体温。洛雪欣深呼吸着衣裳布料下炙热的体温。洛雪欣深呼吸。王爷，别说话，让我抱抱，缓一缓。景林僵硬的身体慢慢放松，右手犹豫了半晌，还是抬手轻轻拍了拍洛雪欣的背。肯定是受到了惊吓，抱就抱吧，抱多久都行。炙热的体温传递，温暖了洛雪欣。砰砰有力的心跳带动洛雪欣的心跳蓬勃跳动，宽阔强健的胸膛也给了洛雪欣十足安全感。洛雪欣混乱的情绪一点点平复下来。前18年是真实的，如今也是真实的。我只要弄清楚18年前发生了什么，是什么让一个襁褓里的婴儿流落他处，还有玉佩的神奇之处，你哥林无道能给我答案。再次深呼吸，洛雪欣闭眼再睁开，眼神清澈明亮，坚定平静。王爷，谢谢你。怀里空了，心好像也空了。景林抿唇收回手。现在想说了吗？不管是谁，只要你说，本王为你做主。我没有被欺负，只是昨天到现在就喝了1碗粥。王爷，我可以回去吃饭吗？我饿了。洛雪欣笨拙地转移话题。唉，好，我们回王府。谢谢王爷。对了，王爷，你身上怎么一股子血腥气？王爷杀人了？抓出了几个探子，杀鸡儆猴。刚刚熏着你了？洛雪欣红了脸。那倒也没有。她光顾着听景林的心跳，感受温暖安全的怀抱。她低头看了眼自己，其实我也挺脏的，弄得王爷身上都是尘土，王爷别嫌弃就好。不嫌弃，你是本王的王妃，什么时候想抱都可以抱。说完，景林不受控制的脸也红了。于是好不容易等到人出来，李明晨激动冲过来，冲到一半愣住，狐疑的看看洛雪欣，又看了看景林。义兄和姐姐干什么了？怎么脸都红透了？洛雪欣回到摄政王府，先痛痛快快洗了个澡。坐在镜前，洛雪欣抬手摸摸玉佩，眼中眸色明灭变幻。东兰进屋禀告：王妃，饭菜已备好，请您用膳，王爷和陛下也在等您。洛雪欣走进正厅，景林偏过头，李明晨激动起身：姐姐快来坐，坐这儿。李明晨露出来的位置正好是他和景林中间，刚坐下，李明晨递来一碗饭，景林递来银头筷。洛雪欣愣了几秒，碗里立马被李明晨加了累尖尖的一碗菜。李明晨一双桃花眼亮闪闪，催促道：姐姐吃。谢谢明晨。一顿饭由李明晨周全照料，完全不需要洛雪欣自己夹菜。景林虽未做什么，但他一直安静陪着洛雪欣用膳，无形中给人安全的存在感。王爷，我不见后月宴楼发生了什么事？王爷什么时候发现我不见的？姐姐，我来说。李明晨激动亢奋接过话，从头到尾一五一十说来。听到景林看他的第一眼，立马察觉他被人吊高顶替，火速下令封锁月宴楼，又亲自审了1天1夜。洛雪欣说不出的感动，心底暖暖的。谢谢王爷。你是本王的王妃，保护你的安危是本王的职责。义兄骗人，换个人，义兄才不会管他死活，是姐姐才不一样。李明晨眼珠子打转，悄悄嘀咕。景林听见了，竟没有反驳。王爷，那个传话的小乞丐呢？我答应了请他吃大餐。文竹带他去了，他传话有功，待查过出身来历没有问题之后，便将他收在王府里教书习字，成年之后再做安排。
这等于是给了小乞丐改变人生的机会。谢谢王爷。雪静，你我之间不必言谢，你我之间不必言谢。就是夫妻两个床头打架床尾和，平日里哪需要谢来谢去，多生分。李明晨洋洋得意，说话顺溜。洛雪欣和景林却沉默了。一兄一姐，要不要出去走走，消消食？走在摄政王府的花园里，洛雪欣静静看了景林一眼。她来摄政王府快1个月了，还是第一次和景林一起逛王府。有小皇帝作陪，丝毫不会冷场。王爷，那个假冒我的人招了吗？没有，他有抗药性，房府林还在月宴楼审他。王爷，可以请您放了他吗？洛雪欣此话一出，景林和李明晨齐齐看向他。景林皱起眉头，李明晨一脸明晃晃的震惊不理解。姐姐，他绑架了你，还顶替你当摄政王妃，没把他大卸8块，挫骨扬灰以示仁慈，怎么可能放了他？给本王一个理由。他是我家人派来的，目的在我，并非和王爷为敌。景林和李明晨都是一愣。雪静的家人？雪静，真的是你的家人吗？是家人，为什么要偷偷帮助姐姐？难道和我一样？母妃还在时，总是喂我吃药，逼我装病。父皇不喜欢我，嫔妃娘娘们想毒死我，皇兄们也更爱打我罚我，还把我丢进池子想淹死我。李明晨数着手指头，皱眉担心问洛雪欣：姐姐，你的家人和我的家人一样，都是恶人吗？小皇帝的成长太过触目惊心，难怪会成病娇。不是的，我自幼和家人失散，天各一方，他们突然找到我，太过激动下才会做出绑走我的行为，我也一时不能接受，所以偷偷跑掉。我们都需要一段时间冷静一下。皇爷，先放了他，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答复的，好吗？景林看不见洛雪欣脸上的希冀和渴求，但他能从洛雪欣的嗓音语气里听出来，再冷再硬的心肠也会软化。好。景林打了个手势，让麒麟卫去传消息放人，雪静，你若真想感谢，今夜继续施针，好吗？昨夜没有你，本王又头疼难忍，只想杀人。好，今夜再附赠王爷一套我小医仙自创的按摩手法，很舒服的。本王拭目以待。景林嘴角弧度又弯了弯。李明晨左看看右看看，只觉得自己完全插不进嘴。我不该在这里。黄昏后，月宴楼扣押了2天的人终于恢复自由。摄政王府中，针灸热敷过后，景林身体僵硬，难以置信地被洛雪欣捧着后脑勺，轻柔地放到他的大腿上。雪静，你……嘘，王爷别动，别说话，好好享受。纤纤玉指、按、揉、压、弹等指法轻重适宜，舒服的按摩下不由让人昏昏欲睡。但每景林感到放松发困的时候，都会绷紧身体，控制脑袋，不让重量全压在洛雪欣柔软温暖的大腿上。太香，呼吸都是女儿香，心下酥麻。景林吞咽口水，又享受又煎熬。等到按摩结束，景林这才松口气。王爷感觉如何？舒服吗？很舒服。景林感到喉咙燥热，顿了顿，忍不住问：你也时常给别人按摩吗？当然不会，按摩手法都是我们师姐妹间互相练习，一般人可没这个资格。学静的师门都在何处啊？本王今后有空定当拜访。回不去了，他们都在很遥远的地方，我再也见不到了。抱歉，本王不知道。没关系，夜已深，王爷好好休息，我回去了。洛雪欣收拾好东西要走。学静，我父亲早逝，家中只有严厉不失慈爱的娘亲坐镇边疆，替我管辖大军。我娘一直想要个女儿，她一定喜欢你。学静，不管你的家人如何，摄政王府永远是你的家，你可以留下来。你在一日，本王保护你一日，不会让人强迫你，欺负你。洛雪欣惊呆，睁大眼，震惊难以置信地看着景林。景林表情很温柔。你家人的事，也不用急着告诉我，等你想说，愿意说，再说。好。洛雪欣想说谢谢，但想起景林不喜，话在嘴边转了一圈，最终嫣然一笑，嗓音甜软。景林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晚安，好梦。大门关上，脚步声远去，直到听不见。
景林抬手摸了摸心口，缓上一会儿才冷冷开口：“说。”文竹悄无声息现身：“此女名清雀，是木哥的侍女，西郊别院，已暗中包围封锁，王爷可要麒麟卫动手缉拿。”木哥，他是雪静的家人。陆雪欣好奇打量着木哥和林无道的互动，眸光悠悠闪烁，平静开口：“木哥公子是我哥哥，那国师大人呢？是什么关系？”“我是你小舅舅。”木哥眼刀子飞了林无道一眼，就眼巴巴看着洛雪欣，语气委屈伤心：“欣儿，我是哥哥，不是木哥公子，喊声哥哥好不好？”“先滴血认亲，验一验。”“好。”木哥一口答应。洛雪欣拿出一个空杯，装一杯清水，他先取银针刺破指尖，挤一滴鲜血进去。木哥生猛多了，从袖中拿出匕首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，利落割开掌心，滴落鲜血。2滴血融了，欣儿你看。欣儿，哥哥找了你18年，一时太激动做错了事，哥哥向你道歉。哥哥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强迫你，你要什么想做什么，哥哥都听你的。欣儿，你能原谅哥哥，给哥哥一个改过认错的机会吗？木哥屏住呼吸，小心翼翼看着洛雪欣，又紧张又忐忑，林无道端起茶杯，幸灾乐祸地欣赏起来。哼，臭小子也有今日，该。洛雪欣抿唇静静看着木哥，妖孽祸水的脸。哥哥。木哥瞬间笑得祸国殃民，屋子里都因他亮堂了许多。雪欣，能换我小舅舅吗？想都别想。为什么？小舅舅没有强迫你，为什么他可以，小舅舅不行？你又不是亲的，别想着占欣儿的便宜。倒不是这个原因，国师一早认出我的身份，但没有告诉我，而是瞒着我。如果不是哥哥出现，国师大人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？林无道陷入沉默。哥哥，我为什么会和家人分开？欣儿，你刚满月的时候，家里出了事，爹娘外出，留我和林小舅照看你，谁知歹人骗走他，又打晕我，劫走你，自此消失无踪。时隔18年，木哥回忆起来仍是愤怒悔恨，痛苦握拳。这不怪你们，哥哥那时候还小，国师大人应该也不大。唉，木哥那年才5岁，不怪他。但我已有20，愚蠢受骗，害你被拐走，学姐姐因此伤心欲绝，隐居天山。玉佩有什么特别之处？比如某种神奇的力量？玉佩取材自天山之玉，每位族人都有一块，代表自己的身份。这种玉两两靠近时会有共鸣反应。至于神奇的力量，欣儿指的是什么？我原本生活在很遥远的地方，是突然间来到大浩国的，就像是一场梦。我以为这是玉佩做到的。一瞬间，木哥和林无道脸色难以控制，变得极其难看，阴沉担忧。天山之玉的确有独特之处，欣儿别急，哥哥这就联络族人查着这件事。不过族人避世不出，天山的路比蜀道更危险难走，恐怕得要1年半载才有结果。自古异宝，诱人乱世。雪欣藏好玉佩，这些话千万别告诉其他人，摄政王也绝对不行。有问题。眸光悠悠闪烁，洛雪欣假装不知，顺着两人点点头，然后换了个话题。我答应要治好王爷的眼睛，在这之前我不会离开摄政王府。好。你留在摄政王府很好。我跟丞相府素世有仇，希望哥哥和国师大人不要阻拦。哥哥不阻拦，哥哥帮你。小舅舅也帮你。一招多出2个亲人，宠他帮他，如虎添翼。谢谢哥哥和国师大人，你们稍作片刻，喝茶，我去会会丞相夫人，总不能让她等太久了。陆雪欣没注意到景林和李明晨，因为李明晨刚喊了一声姐姐出来了，便被景林拽进了假山后。等陆雪欣离开，他们才站出来。李明晨困惑不解，仰头问：义兄，我们为什么不和姐姐打招呼？他还不需要我们。国师出来了吗？没有。真奇怪，姐姐去见丞相夫人，怎么不送走国师，让国师和陌生人留在西院，靠谱吗？不是陌生人。义兄知道是谁？陛下，你该回宫了。李明晨不愿，嘀嘀咕咕：我留在这里多好啊，万一丞相夫人欺负姐姐，我好帮姐姐撑腰。结果嘛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还是被林雨安亲自送回宫。景林没进西院，转身去了前院暖阁。若洛雪欣需要他，他随时都在。会客厅，丞相夫人被蜜蜂蛰的伤早好了，但此刻暴怒憋着火，脸色阴沉扭曲，看着吓人。
你可真是娘亲的好女儿，让当娘的等你这么久，传扬出去，世人都要戳你脊梁骨骂。这么大火气，逮着我发泄是吧？你的好女儿不是在丞相府吗？别乱认人当女儿，晦气！放肆！没大没小，没有教养，今儿就让本夫人好好教教你。说完，冲着骆雪欣的脸扬手就是一巴掌。清脆响亮的巴掌声，丞相夫人懵了。你怎么敢？贱人，你怎么敢打我？打你还需要理由吗？丞相夫人，这里是摄政王府，我是摄政王妃，别说打你，杀了你，丞相屁都不敢放一个。丞相夫人震惊恐惧，捂着脸后退了3步，背后冷汗都出来了。说吧，宋氏让你来找本王妃，想干什么？他怎么知道？爱说不说，本王妃走了。宋客，站住！7日后，宋氏家宴，家主要你去铜雀台赴宴。骆雪欣眸光悠悠，若有所思。好吧，我去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了，滚吧，慢走不送。你别得意，到了宋氏，有你好果子吃。丞相夫人转身太慌张，被门槛绊了一下，踉跄摔了个狗吃屎。推开来搀扶他的丫鬟，怒气冲冲，回府。骆雪欣走到门边，素月迎上前，语气关切：王妃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素月，你去告诉王爷，宋家主点名要我赴宴。王妃不亲自去见王爷吗？王爷就在隔壁暖阁。景林一直在我身边。骆雪欣走进暖阁，抬头看景林坐在窗边，拿着绢布细细擦拭长渊剑，周身气势内敛，温和不失锋芒，像一幅引人入胜、赏心悦目的画。雪静，你来了。丞相夫人已经走了。他找你做什么？宋家家主要见我，让我7日后去铜雀台赴宴，只能我一个人去。看来月宴楼的动静太大，连他都坐不住。大浩国的开国皇后出身宋氏，宋氏也为大浩国的开国立下功劳。开国皇帝特赐铜雀台，以彰殊荣。铜雀台离皇都有1日距离，因其独特的意义，宋氏每次召办家宴都会选在铜雀台，只有宋氏嫡系和一些有功劳的旁支才能前往参加家宴。宋王陵是当代大儒，先帝的帝师，此人年过半百，足智多谋，狡猾狠辣，是个笑面狐狸。他嗜好掌控一切，玩弄人心。骆雪欣警觉地记下景林的话。宋家主现在还在朝中为官吗？景林摇摇头。先帝在时，先帝信任，先太子是他一手教导，众皇子爱戴敬重，宫中还有女儿当贵妃。宋王林的权柄达到了巅峰。直到先太子和众皇子被毒杀，先帝怒极攻心暴毙，世家大乱。宋氏作为仅剩的世家，龟缩蛰伏起来，暂避锋芒。宋王陵表面上辞官隐居，实际朝堂动向，太后、宋玉卿的一举一动，他都心知肚明。雪静，他要见你，是要掂量评估你的价值，能否为他所用。我明白了，王爷放心，我没忘咱们的交易。景林下意识皱起眉头，心中思绪万千，最终脱口而出的只有一句：雪静，你的安危更重要。谢谢王爷关心，我会小心的。我是来告诉王爷这个消息的，现在说完了，西院还有客人等着，我先回去了。等等。景林喊住骆雪欣，慌乱迷茫下张嘴道：我眼睛疼。骆雪欣一惊，二话不说，快速解开蒙眼布，然后一只手捧着景林的脸，一只手摸过眼眶轮廓，又在几个穴位上按了按，温柔细致地问景林的感觉。景林是装的，他不想骆雪欣这么快就离开。刚刚疼了一下，现在不疼。怪才。骆雪欣双手捧着景林的脸，看了又看，脉搏强健有力，身体健康，眼疾也没发作。骆雪欣摸不着头脑，王爷，下次如果还有这种情况，请你记一下，具体疼在哪个位置，是什么样的疼痛，我好对症下药。好。雪静，你会一直在本王的身边吗？王爷放心，我一定会治好你的眼睛，让你重见光明。这不是景林想要的答案。骆雪欣的脚步声越走越远，直到听不见，其他人都在暖阁外候着，无令不敢打扰景林。
景林抬手摸了摸洛雪欣亲自给他带回去的蒙眼布，上面好似还残留着洛雪欣指尖温柔甜甜女儿香。景林迫切地想恢复光明，他想看见洛雪欣，又不想恢复光明，因为他眼睛好了，洛雪欣肯定会和他的家人离开。只是想一想，心里就空落落的发酸。景林抿了抿嘴唇，我这是生病了。洛雪欣回到西院，不知道牧哥和林无道私下做了什么交易，两个人气氛平和友善，不像最初互相拆台嘲讽看不顺眼。哥哥，国师大人，到时候可能会需要你们帮忙。没问题，仙儿尽管说。雪欣，宋氏有人欠小舅舅恩情，你可以去找他。他压低嗓音说了个名字，洛雪欣认真记下，然后他亲自送他们离开。一转眼时间匆匆过去，7日后，4月初5这天，素月，你说洛锦城2条腿怎么摔断了？老天爷开眼了。素月也不瞒着，凑上去贴在洛雪欣耳边说了一句，竟然是景林做的。景林是为了我。明明那时候他们相交不深，景林还是帮他教训了洛锦城。景林是真的很好。驿站里，丞相夫人忙着照顾洛锦城，压根没管洛雪欣，也没注意到驿站中其他人隐约保护着洛雪欣。等到再次出发，上了马车，马车再次行驶，车内只有洛雪欣和洛锦城2个人，没有外人。洛锦城不掩内心，垂涎痴迷，色迷迷盯着洛雪欣的脸，看了半晌，视线下移，再看，挖了你的眼。仙儿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哥哥说话？哥哥这是关心你。洛锦城，你还硬得起来吗？小贱人，你说什么呢？不知廉耻，水性杨花！哼！洛雪欣冷冷一笑，眼神鄙夷、恶心地扫过洛锦城某个地方，讽刺开口：“明明工具齐全，却跟太监一样，日子很不好过吧？”贱人，是你干的！你对本公子都做了什么？阉了你的灭根！啊！我要掐死你！洛锦城气愤抓狂，伸手要掐洛雪欣的脖子。这时洛雪欣动动手指头，几根银针飞出，扎在洛锦城身上。洛锦城无力惨叫一声，身体软绵绵地倒在马车上，只剩一双眼珠子瞪得大大的。成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贱人，你对成儿做了什么？成儿要是有事，本夫人一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洛雪欣戏谑玩味看着丞相夫人的背后。丞相夫人，鄙人宋宁是宋氏的管家，拜见摄政王妃。宋宁管家，方才是我们母女路上闹了点矛盾，您别误会，我跟王妃开玩笑的。摄政王妃请，丞相夫人请，你们的住处已经安排好，请先沐浴焚香，再去赴宴。宋宁管家，我家锦城也来了。抱歉，名帖上并无洛锦城的名字，请自行离开。不行，我是丞相长子，我娘是宋家人，怎么可能没我？宋氏的规矩，无人能例外。连忙冲家奴丫鬟使眼色，堵住洛锦城的嘴巴，塞回马车，即刻原路返回。宋宁微笑有礼，客客气气迎接洛雪欣进入铜雀台，亲自送到安排的住处，是座回字形的小院儿，还挺软。突然一声响动，床下陷露出一个黑黢黢的洞。洛雪欣来不及反应，仰头栽下。什么情况？是意外还是宋氏早有图谋？宋氏想干什么？又是一声响，洛雪欣这回警觉的连忙后退，拉开距离。好的，救救我！洛雪欣皱眉看向少女的右腿，被粗暴打断，骨头都露出来。摄政王妃，选择权在你手上，要么救他一起活，要么他咽气后水淹密室，你跟他一起死在这里。你既知道本王妃身份，便该清楚本王妃在宋氏地盘出事，摄政王不会放过你们。摄政王不会有证据，摄政王妃，该你选择了。男人说完不再出声。求求你，救救我，我不想死，求你别说话，保留体力。洛雪欣拿过布条绷带，先绑在丫鬟大腿上，压制血液流速，然后迅速从袖中取出针刀，施针刺血，多方面止血。止疼的，快吃。我会不会死？我不想死。你不会死的，放心交给我。丫鬟满眼希望，张张嘴好像要说什么。洛雪欣轻身凑过去，想听丫鬟说话，不料接近的瞬间，丫鬟垂落在身侧的手突然抱起，抓着个簪子狠狠刺向洛雪欣的脖子。
去死吧！鲜血弥漫，瞪得大大的眼，死不瞑目。骆雪欣喘着气，脸色难看，眼神凉凉看着地上的尸体。我费力救一阵，他却要杀我。摄政王妃医术精湛，聪明理智，下手果断利落，不错不错。你是谁？宋氏一个微不足道的人，摄政王妃不必知道在下的名字。摄政王妃请吧，请回房间沐浴焚香。你怎么从墙里面走出来？你身上的血是怎么回事？你干什么去了？关你屁事！对面素月找不到骆雪欣，正慌张急切，听到这边动静走出来，焦急喊道：刺杀当朝太后，好大的胆子！哀家要诛他9族！本王射的。宋芳仪震惊瞪着他。太后娘娘也知道，本王的眼睛瞎了，看不见，在此狩猎，听得动静还以为是猎物，没伤到太后娘娘吧？太后娘娘若是要诛本王9族，恐怕还没那个资格。你！宋芳仪气得说不出话。景林突然拉开弓弦，瞄准宋芳仪。弓上虽无羽箭，但景林周身气势凌厉霸道，极为可怕，给宋芳仪一种被真的羽箭瞄准，下一秒就会要他命的感觉。摄政王，你要干什么？试弓弦，这根弦似乎是松了，难怪没准头。景林语气轻描淡写，随口解释：没准头。景林是真的想射死我吗？宋芳仪又惊又怒又怕，一口气没上来，惊吓过度，仰头晕了。摄政王，你究竟是何居心？怎么了？王爷，太后娘娘吓晕了。凌雨安忍着笑，一脸幸灾乐祸。太后娘娘要去哪儿？本王护送你们一程。不必。真的不要吗？听说前面好像有山匪出没，太后娘娘这一仗队太显眼，万一被山匪打劫怎么办？孙嬷嬷吓得一抖。景林根本不给选择，收起乌金大弓，扬手下令：麒麟卫听令，护送太后出发。遵命。于是宋王林带着人赶到铜雀台外，便看到了这一幕。太后仪仗队被麒麟卫架在中间，战战兢兢。因为宋芳仪还没醒，景林简单粗暴，直接命人把她抬进铜雀台。孙嬷嬷一众护着，死活不肯。看见宋王林出来，孙嬷嬷求救的大喊：家主！老夫拜见摄政王，接到了铜雀台，请将太后交于老夫。太后交于老夫，宋氏自会细心照料。景林还坐在马背上，居高临下，语气冷酷无情。不急，本王的王妃呢？王爷，王妃出来了。景林立刻翻身下马，往前走了几步，但因为人太多了，声音嘈杂，他听力分辨不清，不由皱起眉头。直到风中吹来淡淡香气，景林嗅了嗅，精准走到骆雪欣面前。王爷。景林点点头，然后牵起骆雪欣的手，当着众人的面，语气温柔说道：一日未见，本王很想你。众人惊，这是我能听的吗？牧哥戴着黄金面具遮了脸，但遮不住他一身不爽的气势。摄政王，注意场合，你不在乎名声，我们心儿还要清誉。原来牧哥公子也在。两人这还是第一次近距离的面对面说话，有眼睛有耳朵的人都能看出来，两人气场不合，关系很差。相信王妃已经知道该怎么选择了，怎么做才是正确的。骆雪欣冷冰冰盯着宋王林，宋王林不放在眼里，转身从抽屉里取出一瓶药水，分别倒在2个茶杯里。喝吧，喝了这2杯，老夫便放你们走。是什么？锥形裂骨之毒，7日后才会发作，到时候解药和用在摄政王身上的毒药会一起送过来。奴婢喝，奴婢可以喝2杯，王妃不能喝。苏月，这可不行，你们主仆再情深也得喝，不喝老夫怎敢放心让你们走。双方对峙，僵持住了。就在这时，匆匆脚步声响起，宋宁在钓鱼亭外行礼禀告：启禀家主，牧哥公子到了铜雀台。他怎么来了？已与王妃是一间，还是说宋家主存心针对本王，对本王有意见？老夫不敢。景林都这么说了，宋王林没辙。
宋氏家宴有摄政王赴宴，宋氏蓬荜生辉，摄政王请。景林低头，语气收起霸道锐气，温柔说：“王妃，本王看不见，你带本王进去。”好。陆雪心脸红红，轻轻推了推景林：“王爷先松开，我牵王爷进去。”演过了啊！再不松手，陆雪心害怕穆哥忍不住会提刀砍了景林的手。哥哥瞪着景林的眼神真的好可怕。景林能感觉到穆哥的视线往他的方向看了看，松开洛雪心的腰，但两人手牵手走进铜雀台。穆哥的眼神依然冷飕飕刺骨，没半点缓和。这一幕落在宋王林的眼底，便是穆哥憎恶摄政王。宋王林大受鼓舞，笑眯眯上前邀请：“穆哥公子，请。”回自院，丞相夫人远远看到景林走来，吓得活见鬼，立马带着丫鬟嬷嬷躲回屋里，不敢露面，也没人搭理他。洛雪心牵着景林走进回自院，穆哥紧随其后。林与安率麒麟卫在外面守卫。还不松开！穆哥冷飕飕盯着两个人一直牵着的手，勾人的邪魅嗓音冷得能结冰。洛雪心反应过来，立马松开手，脸色还有浅浅红晕。景林有点不悦：“本王牵自己的王妃，天经地义。穆哥公子看不惯，可以不看。”仙儿难道没有告诉摄政王，我是仙儿的哥哥？没说。穆哥震惊看向洛雪心。为了保护洛雪心，他们一致决定对外宣称是干哥哥干妹妹关系。哥哥，我和王爷有事要说，我们待会儿再聊。穆哥皱眉：“有事说事，你们不会真的住义乌吧？”洛雪心有点迟疑。景林直接伸手揽过洛雪心的腰往屋里走，淡淡丢下一句：“我们夫妻谈话，请穆哥公子懂点分寸。”穆哥黑了脸要追，素月和凌雨安双双拦住，跟门神似的。我答应过要听仙儿的话，先忍，事后再跟景林算账。洛雪心和景林进了屋，关上门。洛雪心立马滑溜溜地从景林怀里钻出来，摸摸红彤彤的脸，她不解地看着景林：“王爷，你是不是有点演过了？”宋王林这个老狐狸，若是不亲密点，怎能骗过他呢？景林说完顿了顿，语气迟疑，小心问道：“你讨厌本王碰你？”“没有，不讨厌。”洛雪心从来不讨厌景林，只是抱来抱去拉拉手离得太近了。肯定是景林阳气太猛，体温太高，才会让他心跳加速，呼吸急切。不能想，越想越脸红。洛雪心立马转移话题：“王爷，我已经知道宋王林的阴谋了。”洛雪心将进入铜雀台后发生的一点一滴全告诉景林。宋王林以为他不敢，殊不知来铜雀台之前，洛雪心和景林早有策略。洛雪心打前锋，景林随后。穆哥是洛雪心的二重保障。我没事，就是苦了素月。本王会嘉奖素月。景林说着，一步走到洛雪心近前，太近了，洛雪心差点贴到景林胸膛上。一抬头，性感的喉结，棱角完美的下巴，红润唇形，好看的嘴。洛雪心吃了一惊，下意识要躲开，结果腰上又横过一条胳膊，把她拉进怀里。景林低头贴在洛雪心的耳边，暖流吹过耳朵，痒痒的。你说房间里有机关，当心隔墙有耳，窥听你我的谈话。洛雪心吞了吞口水，但是也不用这么近吧。那我们换个姿势。景林搂着洛雪心走到窗边，抬手微微推开窗，透过缝隙，景林能听见窗外所有细微动静，无人能接近。然后他才收回手，低头道：“现在可以了。”洛雪心，他被夹在景林和窗户中间，能听到景林的心跳，能闻到景林今天衣服的熏香是檀木和雪松味的，还是紧。洛雪心悄悄看景林的表情，淡漠孤傲，不带其他情绪。宋王林再提要求，都答应了，不要委屈自己冒险吃苦。毒药收了，本王可以装一装，演下去。好。宋氏妻女，家宴上，本王会帮你找回场子，别忘了配合。好。洛雪心又期待又好奇，王爷，我要怎么配合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洛雪心点点头。就在这时，景林敏锐察觉到一双喷火的视线，带着浓浓敌意瞪着他。景林虽然看不见，但能猜到是谁。穆哥就住在隔壁。
牧歌的眼神瞬间变得阴冷可怕，周身气压骇人。陆雪欣摇摇头，又点点头，想了想，还是把宋王林的威胁恐吓告诉牧歌。他没吃，而素月一人吃了2人份。素月是个好丫鬟，宋氏好大的狗胆，敢欺负我的妹妹。希儿别怕，哥哥会让宋氏付出代价。至于解药，哥哥这就让白英查查。谢谢哥哥。牧歌回到自己屋后，立刻下达命令：白英，去查查库存里的天山秘药，将所有的整理列表送给新人过目，他要什么给什么。红鸾，查查与宋氏做交易的天山族人是谁。午后，宋方仪终于醒了。大哥，摄政王欺人太甚，炎帝根本没把宋氏当回事儿，我们到底还要忍多久？司马懿族和柳氏真没用，为什么不拖着摄政王一块死？你不在宫里盯着陛下，出宫做什么？大哥，我听闻国师在为陛下算八字，等陛下金秋寿宴过后，便要选后宫，宋氏绝不能错过这个机会。当真？今夜家宴可以先探探摄政王的口风。今夜你们轮番敬酒，先把他灌醉了。下午，宋温林来回自院传递黄昏开宴的消息，所有人都准备起来。骆雪欣静静坐在镜前，看素月巧手挽发梳髻，为她装点胭脂。多谢王妃美言，王爷赏素月1万两银子，还有1座庄子和7亩茶田。这是你应得的。等我回去，今年铺子的分成分你1/3。素月不敢，王妃，牧歌公子赠了素月3万两白银，这辈子养老都够了，王妃不必再为素月花钱财。骆雪欣震惊，景林和哥哥都给了。素月的震惊不比骆雪欣少。牧歌不仅给了银两，还欢迎素月随时投靠他，跟着享受荣华富贵。素月回禀景林，景林却让他照单全收，来者不拒。推门出去，牧歌听到动静，立马回头转身看过来。倾国倾城的俏丽佳人，梳着高髻，簪花牡丹，头插一套金鸾钗和步摇。杏儿真漂亮。哥哥，王爷人呢？在那儿呢。杏儿，朝三暮四、水性杨花的男人，咱们可不能要。牧歌语气幸灾乐祸，拱火，示意骆雪欣往门边看。哥哥，你不要污蔑王爷。杏儿，宋白霜看摄政王的眼神可不清白。骆雪欣发现了，宋白霜看景林的眼神隐忍克制，好似藏着万千情绪。杏儿，你猜宋白霜在说什么？牧歌公子，六小姐是来带路的。没想到天下首富竟是如此的八卦，堪比媒婆呀。景林侧过身面朝他们，语气冷飕飕，眼睛看不见，景林的听觉无限放大。牧歌的话他一字不落全听到了。牧歌半点不尴尬，轻哼一声，继续温柔对骆雪欣说：杏儿，走，哥哥带你去赴宴。王妃，本王看不见路。景林对骆雪欣伸出手，骆雪欣左右为难。宋白霜吃惊看过来，深深审视骆雪欣，没想到摄政王和牧歌会争夺他。本王需要你。哥哥，你走前面。骆雪欣对牧歌眨眨眼，然后走过去牵上了景林的手。没办法，我答应你要配合景林，还等着景林在家宴上帮我找回整子呢。哼！牧歌看着两人手牵手，迈步经过景林身边，故意重重哼了一声，有不悦也有警告。景林仿若未闻，语气冷淡无情。六小姐，带路吧。宋白霜收敛神色，微笑行礼。摄政王、摄政王妃，牧歌公子请。一群人浩浩荡荡走了，丞相夫人才敢走出门。一个卑贱肮脏的贱人，替嫁的冒牌货，怎么就成了牧歌的干妹妹？还得摄政王宠爱有加，凭什么？拜见摄政王、摄政王妃。景林无视众人，到了飞鸟厅后，换景林牵着骆雪欣的手走在前面，无形流露给所有有眼睛的人看。她是我的王妃。牧歌也往前走了一步，侧身挡着骆雪欣。他的妹妹不容任何人欺负。宋白霜分别将三人引入座位，牧歌不跟骆雪欣坐一方，而是坐在景林的对面，有种无形和景林打擂台的架势。牧歌眼神不善，不爽景林还牵着骆雪欣的手不放。景林仗着眼瞎看不见，堂而皇之无视。骆雪欣笑容有点绷不住，轻咳一声问景林：人来差不多了，宋家主他们怎么还不来？景林已经听到脚步声接近了，捏捏骆雪欣手指，语气温柔：已经来了。骆雪欣抬头看见宋王林为首，宋方仪在侧，宋玉清、宋玉娇、宋温林随后。
他们全都盯着他看。人齐了，家宴大戏正式拉开帷幕。久闻摄政王威名赫赫，草民崇拜至极，特敬摄政王一杯酒。铜雀台有摄政王亲临，蓬荜生辉，宋某敬摄政王一杯。今日有缘得见摄政王，下官三生有幸。先来3人端着酒杯，笑容谄媚向景林敬酒，后有数十位宋氏人蠢蠢欲动，等着景林喝了后排长队来敬酒。还有谁要敬本王？一起上吧。皇爷，骆雪欣吃惊拽了拽他的袖子。景林勾了勾嘴角，示意骆雪欣没事儿。本王没空一个个来，要敬酒就现在，过时不候。宋氏众人吃惊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宋王林摸摸胡须，眼神示意宋氏人行动。摄政王，请。排队第一个的宋氏人再次举杯送到景林面前。本王近日服药，不能饮酒。啊？王妃体弱，且要照顾本王，更不能饮酒。谁知宋王林直接闭上眼不理。宋义清给了他们一个眼色，喝吧，喝到摄政王满意为止。就有数人不胜酒力，仰头倒地。宋方仪气得发抖，忍不住张嘴：“摄政王，够了吧？”摄政王，再喝下去就要出人命了。本王杀的贼人，没有1万，也有8、9千，还怕出人命？景林语气冷血孤傲，半点不在意，但他手指勾了勾骆雪欣的掌心，好痒。骆雪欣偏头看着景林，灵光一闪，顿时明白了。骆雪欣表情为难，温柔甜蜜的嗓音劝道：“王爷，您的病需要好好休养，不能沾血腥。若真的死了人，多晦气啊！”既然是王妃求情，本王便网开一面，还不谢过王妃？谢摄政王妃。宋王林、宋方仪脸都青了，被景林摆一道就算了，还要给一个冒牌货行大礼，简直打脸。听闻宋少卿不能人道。宋王林呛得脸黑。啊，摄政王误会，下官没事。宋少卿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能讳疾忌医。你长兄出家多年，二兄惨死，你若不能繁衍子嗣，你父亲岂不老来可怜？宋少卿若是需医治，本王可将方福林借你几日，好好调理，以正阳刚。下官。宋玉清死死握紧酒杯，脸色发青，说不出话来。宋王林更是气得发抖。景林这几句话把他们父子都嘲讽了一通。欺人太甚！宋方仪气得不过脑子，张嘴就讽刺：摄政王操心别人家，不如还是操心一下自己。王妃都娶了，也没见子嗣啊。景林轻笑愉悦，偏头朝着骆雪欣，语气宠溺撩人：王妃嫁给本王左右不过才1个月，子嗣没这么快，有劳太后费心了。本王和王妃会努力的。骆雪欣瞬间脸红成苹果，心跳也砰砰加快。宋方仪脸黑如锅底，人美讽刺成，反倒被秀了一波恩爱。可恶！一响引得众人看向牧歌，牧歌丢下手里捏成一团的金盏玉酒杯，嗤笑讥讽：切，什么质量，太差了！你们宋氏待客拿不出好东西了吗？这可是真金白玉，大号国最好的工匠打造，一套酒具价值万金，专为接待牧歌才拿出来的，结果被捏成一团疙瘩。不知该说牧歌手劲儿大，还是……去给牧歌公子重新取一套酒具。不用，本公子喝不下。又牵手，又说骚话，当我是空气吗？景林察觉到对面的视线，浅笑金贵开口：不如给牧歌公子换成茶，静心静气，有益脾胃。我给哥哥倒一杯。骆雪欣拿走茶壶，走向对面，借倒茶递茶之势，侧身挡住外面视线，悄悄地蚊子似的说：哥，我和王爷是装的，你别气。牧歌脸色这才缓和了2分。摄政王，哀家听闻陛下金秋寿宴后有意选后宫，可有此事？是有这么回事。陛下选后宫，那可是国之大事，摄政王可有人选？陛下是否有立后的意思？哼，陛下的后宫自然是陛下来选，关本王什么事？陛下尚未观礼，国之大事都由摄政王掌权做主，这
选哪家闺秀，定什么评委，是否立后，摄政王怎可能一无所知啊？丞相夫人跪在地上爬不起来，好不容易被丫鬟搀扶起来。景林重重一拍桌，丞相夫人两腿发软，又跪了回去。哼，丞相夫人糊涂了，这里没有你的女儿，只有本王的王妃。宇安，冒犯王妃，该当何罪？初犯杖20，拖下去。是。林宇安一挥手，两名麒麟卫上前，从丫鬟手里拽过丞相夫人拖走。家主救我，太后娘娘救我，救命啊！宋王林和宋方仪几人脸色变了又变，没出声。接着景林牵着骆雪欣的手起身，宋氏敢送，本王来者不拒。不过今日送人，今夜人头送回贵府的床上，可别怪本王。还有，本王只有一颗心，有了王妃，再容不得任何人。王妃能吃醋，是本王之幸。骆雪欣一惊，瞪大眼睛呆呆看着景林。夜已深了，多谢宋氏的款待，本王和王妃先行告辞。景林说完，也不等宋王林他们回复，转身牵着骆雪欣的手直接离开。穆哥二话不说要跟上。穆哥公子稍等，老夫有一坛美酒，想请穆哥公子单独尝尝，可否赏脸呢？好，宋家主请。出了飞鸟亭，骆雪欣一把拽住景林，脸红红，小声问道：“王爷一直是在演戏吧？”景林步伐微顿，低头想看，却视野茫茫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心底又多了烦躁和不甘心。是在演戏。那就好。骆雪欣松口气，没察觉景林牵着他的手一点点收紧了力道。景林语气平静温柔：“我们先回去吧，你哥哥自有分寸。”好。王爷，明晨真的要选后宫吗？他才14，是不是太小了点儿？秋后寿宴便15了。那也小。骆雪欣知道古代观念不一样，但在他眼底14、15都还是个孩子。陛下知道你这么关心他，定是很高兴的。王爷，我没有开玩笑。知道了。景林收起打趣儿的心思，正经解释：“放心，这是计划里的一环。若不是选后宫，怎能惊动太后出宫呢？本王又怎能光明正大的进入铜雀台？”原来如此。陛下的生母不受宠，总是折磨他，寻借口见一见先帝，宫中的兄弟奴仆都气他，辱他，饥一顿饱一顿的，喂了不少的毒药。他既然唤本王一声义兄，作为兄长，本王会好好的培养他，照顾他。本王会尽力让他将来尽可能的选择喜欢的姑娘，共度一生。王爷是个很好很棒的哥哥。哦，雪静当真如此的认为？雪静可信任本王？安静了一会儿，景林转转大拇指上的玉扳指，语气很轻：“既然信任，雪静愿意告诉本王你的真名吗？”骆雪欣刚要点头，迅速反应过来，愣了愣。景林苦涩一笑，叹气说道：“唉，不愿意说也无妨，本王可以等。”也不是不愿意，景林很好，已经答应给我自由，名字的事儿自是不必再瞒着。其实我也叫骆雪欣，和丞相府大小姐一字之差，是心悦之人的心，不是温馨的心。是这个骆雪欣吗？景林伸手在桌上一笔一画写出名字。没错，我跟师傅姓。星儿芳龄。18。我21，8月15的生辰。星儿呢？哥哥说我是冬至出生的。骆雪欣惊讶看着景林，原来王爷是中秋的生辰，好日子。景林点点头，勾唇笑意温柔。一问一答，景林和骆雪欣太流畅，丝滑轻松，以至于骆雪欣没有注意到景林自称我，且非常自然地唤他星儿。景林面朝骆雪欣，语气越发温柔：“原来我大星儿3岁啊。”星儿正是少女最美好的年纪，春心萌动。我应该是星儿第一个喜欢的男人，我也是第一次喜欢女子。我们原来都是第一次。王爷，您脸好红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景林握拳轻咳一声，蹩脚地转移话题。继续说宋氏。7日之后，宋氏的毒药和解药，星儿你都收下。我知道。宋氏家业数百年，势力盘根错节，又得文人儒士追崇吹捧，非一时能灭，
这3年，我忙于辅佐陛下坐稳皇位，稳定朝纲，如今才能真正的腾出手，清算宋氏一脉。国师带来宋氏勾结苍兰国的情报，麒麟卫正在追查，一旦证据确凿，便可判宋氏通敌叛国之罪。此外，我亦在逐步瓦解宋氏的人脉，收集罪证。心儿放心，虽一时难灭，但最终宋氏绝无一人逃脱。丞相府亦是。我不急，丞相府和宋氏跑不了，慢慢跟他们玩。以前骆雪星还着急去找身世，现在亲哥哥就在身边，爹爹娘亲也在这个世界，骆雪星不急了，他时间有的是。又瞧着景林，骆雪星收敛笑意，认真叮嘱：王爷，你要好好爱护身体，少动怒犯杀戒，好好修身养性，眼睛才能好得更快。好，有星儿在我身边，我会修身养性的。我怎么觉得景林的话有歧义，而且怎么就喊我星儿了？世人都认定本王痴心于你，又怎能口口声声王妃，岂不自相矛盾？景林开口解释，骆雪星才察觉他不知不觉把困惑说出了口。星儿也可以唤我夫君，或是名字，更亲近，令人信服。啊！骆雪星涨红了脸，夫君，太羞耻了吧？还是喊名字更容易喊出口一点。有人重重咳嗽，骆雪星和景林扭头，牧哥回来了。有些人算了想的，本公子在门外的听见了，白日做梦，不要脸。牧哥公子火气这么大，和宋家主没有谈妥吗？哼，星儿乖，夜深了早点睡，不要跟坏男人说话。哥哥，王爷不是。星儿，男人的话要是能信，母猪都能上树。牧哥公子不也是男人？牧哥，他抬手扶了扶黄金蝴蝶面具，深呼吸忍耐，语气冷飕飕。我是星儿的哥哥，自是不一样。同样，我也是个商人，利益为上。最后一句分明是有警告之意。把骆雪星送回屋里，亲眼看着门关了之后，牧哥才回头瞥了景林一眼，语气冷冷，再次警告：摄政王，我的妹妹比我的命更重要，你最好别打她的主意。宋氏家宴狼狈收场，但夜深后铜雀台并未沉寂，依然热闹，人来人往。三哥，六妹，姑母提议给摄政王送美妾的主意是你出的吧？三哥，我……嘘，我只听答案。是我。宋玉清抬手一巴掌抽得宋白霜偏过头，脸上浮肿，嘴角沁出一缕血痕。是父亲的意思。白霜知错，白霜再也不敢了。宋玉清弯腰伸出手，抬起宋白霜的下巴，眼神尊贵怜悯，睥睨着他。好好当你的六小姐，少动歪心思，现在还不是接近摄政王的时候。哼，你不是他，以你的手段进了摄政王府活不过当夜，宋氏可不想白养一枚棋子。白霜明白了。宋玉清又看了他一眼，扔下一句早点休息，迈步离开明月阁。我不是人，指的是谁？是那王妃吗？回忆家宴上摄政王口口声声说的话，宋白霜笑出声，喃喃低语。翌日，景林要带走骆雪心，牧哥也要走。宋王林没有挽留，亲自送他们离开铜雀台。父亲，牧哥公子真的愿意帮宋氏吗？他是个商人，商人重利。宋王林摸摸胡须，意味深长道：你去一趟苍兰国。遵命。白霜，你与你姑母一起挑选几名族中妙龄女子，入宫后要看好玉娇，好好教导她母以天下之道。白霜明白。两支车队到了驿站，驿站内外早就换成了麒麟卫的人，安全可靠，放心休息。本公子要带星儿去个地方，我们兄妹玩够了，自会送星儿回摄政王府。摄政王不会不通情达理拒绝本公子吧？星儿想去吗？我想去。好，还请牧哥公子好好照顾星儿，不要让星儿遇到危险，本王等他回家。牧哥脸都黑了，景林几个意思啊？想抢他妹妹门儿都没有。哼，星儿跟哥走。王爷，晚上见。见什么见？晚上住哥哥那里。可是我晚上要给王爷针灸。少一晚不会死。脚步声越走越远，声音也淡下去，最后变成远去的马车声，直至听不见了。景林还是没有转身，一直朝着门外方向。林雨安凑过来：王爷，王妃已经走远了。本王知道。
那王爷你还在望什么？王爷，你是不是舍不得王妃啊？景林点点头，林雨安惊呆，眼睛瞪圆了，张嘴。王爷，你不会喜欢上王妃了吧？不行吗？景林反问回来，语气透着几分危险。行。林雨安缩了缩脖子，连连点头。我们王爷可算是有喜欢的姑娘了，夫人知道了，定是开心极了。王爷，牧歌公子成天想着带走王妃，你要不要想个办法，让王妃舍不得离开你？你有什么主意？林雨安双手叉腰。要抓住一个女人，先得得到她的身体，再得到她的心呢。啪的一巴掌。王爷，头疼晕。少看点三教九流的小说，你将来一亲，敢对姑娘家动这些心思，本王打断你的腿。景林语气凌厉冰冷，严肃警告。林雨安委屈巴巴。我就说，我也是帮王爷出主意嘛。用不着，本王和星儿乃是两情相悦。景林说完，迈步走出驿站，命令麒麟卫动身回城。两情相悦，完全看不出来啊。林雨安一路都弄不明白，又不敢再去问景林，只得回摄政王府后，颠颠的跑去小西楼，跟方福陵说了一通。方福陵也愣住了，只瞧出王爷喜欢王妃，倒没有看出王妃心悦王爷，是吧？方哥你也这么说？林雨安连连点头，两人对视一眼，表情变得不可思议起来。他们王爷是单相思。东院书房，景林捂着鼻子，神色困惑。谁在说话？景林又摸了摸耳朵，有点热。他想到一句俗话，打喷嚏耳朵热便是有人想念，顿时难以克制低笑一声。肯定是星儿想我了。景林心情大好，处理公务更加利落速度，这样等骆雪欣回来，他们就有更多相处的时间。时间匆匆，天边斜阳，景林终于处理好公务，起身时头一晕，身体晃了晃，双手撑在桌上，眼前闪过细碎的光。景林身体一僵，右手发抖，急忙仓促地扯下蒙眼布。王爷。书桌旁为景林念公务书信的麒麟卫惊慌上前，景林拒绝了搀扶，语气凌厉：喊方福陵过来。是。王爷。景林转过身，本王先前看到了光。什么？两人又惊又喜，方福陵立马大步走过来。王爷请坐，方某为王爷检查一番。王爷，真的吗？除了光，王爷还看到什么了？景林坐在椅子上，任由方福陵围着他检查，灰蒙蒙的眼还是没有光彩，神色冷峻，抿唇说道：只有一点细碎的光，转瞬即逝，但本王笃定，绝不是幻觉，那一点光绝对真实。还有没有别的感觉？身体上的，精神上的。本王刚处理完公务，起身时有点晕，便看见了光。方福陵和林雨安齐刷刷看着桌上堆积成山的公务，陷入了沉默。真不是累的吗？方福陵一整心思开口说道：王爷近来都是由王妃施针配药，想来是有了效果，但具体到什么程度，还得由王妃来诊断。王爷，末将这就去接王妃回来。站住！王爷，你的眼睛是大事啊！景林摸了摸自己的眼睛，语气淡淡：已经瞎了几年，也不差这一时片刻。星儿和他的哥哥却隔了18年才相见。林雨安不赞同，急得看向方福陵。方福陵给了他一个眼色，挥挥手让他出去守门。等屋里只剩他和景林，方福陵这才张嘴问道：王爷的眼睛有好转的征兆，相信王妃知道也会很高兴。他自然高兴，但万一他要走，本王不知道怎么留下他。王爷是怕王妃走？他点点头，神色有些苦恼。星儿虽然心悦本王，但在他的心底，恐怕本王还没有牧歌的地位重。方福陵表情匪夷所思，忍不住问：王爷，你怎知王妃心悦你？本王亲耳所听。看景林信誓旦旦，绝无虚假。方福陵摸摸下巴：只能等王妃回来试探一下她。若真是两情相悦，什么都好说；万一是王爷单相思，那就惨喽。湖边庄园，锦绣别致，回廊水榭，处处是好景色。啊呲！骆雪欣突然一个喷嚏，立马牧歌林无道凑上来：心儿着凉了，是不是冷了？嫂叔叔叫人取披风来。没事，就是有点痒痒。谁在念叨我？走吧，不是说有惊喜给我吗？牧歌宠溺看着他。好，马上就到了。沿着通道走了一盏茶功夫，视野豁然开朗。骆雪欣目光一扫，顿时惊呆，张大了嘴巴。哇哦！
一排排高大的柜架摆放各种珍奇物件，珠宝翡翠、宝石如意，件件是极品。黄金白银毫无地位，就地摆放堆积成小山。豪横，富得惊人。这是哥哥的产业，已设在大号国的一座小仓库，已做了更名，从现在起就是星儿的零花钱了。全给我了？陆雪欣震惊看着木哥，木哥笑容更温柔，点点头。全是星儿的，星儿随便花，不够就说，哥哥赚钱就是给星儿花的。惊喜来得太突然，太猛烈，这就是有哥哥的幸福吗？我需要缓一缓。别忘了天山秘药。林无道提醒木哥，木哥牵着洛雪欣的手走到里面的一排架子面前。星儿，这就是哥哥目前收集到的天山秘药，毒药解药都在。好，谢谢哥哥。洛雪欣瞬间收心，全神贯注，一瓶瓶仔细检查。好厉害的毒，好高明的药。哥哥，国师，天山一族还有别人炼药交易吗？这些都是出自族中常与外人交易的药师之手。还有个人，他的药我没有收集到。木哥想起这个人，神色难掩厌恶。哥哥，是谁？花舞。木哥不愿多提一个字，绕开话题。哥哥会继续查的，有消息立马告诉星儿。好了，密室里闷，我们出去吧，也该用晚膳了。饭后消食的时候，林无道带来一名头发雪白的瞎眼老妪。雪欣，这是花婆婆，她来帮你检查身体。我很健康，不需要检查，而且我自己就是大夫。星儿乖，检查一下，哥哥才能放心呢。洛雪欣皱了下眉头，再看向花婆婆。别怕，你只需要把手递给婆婆，婆婆摸一下便知答案。好怪，真的只是检查身体吗？洛雪欣信任木哥，伸出手递给花婆婆。真的只是摸一下，身体健康，你们无需担心。木哥和林无道刚松口气，花婆婆下一句扔下个重磅炸弹。已经用过2次能力。洛雪欣一惊。是在辛苦花婆婆跑一趟，无道送您回去休息。花婆婆，今日的事还请您保密。放心了，婆婆活不过2年了，除了你们谁也不见，谁也不说。哥哥，花婆婆是什么意思？星儿，传说天山一族血脉中流传着神的力量，代代只有女子能觉醒，也因此族中女子为尊，男儿代代守护。连无道守护娘亲，哥哥守护你。洛雪欣有点懵，但也不是无法理解。他都能穿越2个世界了，这算啥？他说我用了2次能力是什么意思？星儿，天山女子人人都有一种独特的能力，如能与鸟兽对话、夜行千里、百毒不侵等等。越是强大的能力，代价越高昂。星儿，你在襁褓中就被劫走，我们尚未知晓你的能力是什么，只有你清楚。你告诉哥哥，你付出了什么代价？木哥问的不是能力，而是代价。如果不是玉佩让我穿越，是我自己。洛雪欣很聪明，她已经明白自己的能力是什么，又付出了什么代价。死亡、新生，她已经用过2次了。原来襁褓上的血不是别人的，是我自己的。那个时候我就死过1次了。星儿，哥哥不管你的能力是什么，你不愿意说代价也没关系，但你必须向哥哥发誓，绝不会再用你的能力，你也不能告诉别人。能力是有限的，有的族人耗尽能力勉强保留性命，有的族人活得很痛苦，甚至死得凄惨。星儿，哥哥无法再承受失去你的痛苦，娘亲爹爹意识。洛雪欣深呼吸，点点头。我答应哥哥，不会告诉别人，也不会再使用。翌日，木哥和林无道一起送洛雪欣回摄政王府。星儿，月宴楼是哥哥的地盘，你今后有任何需要的事，都可以吩咐院楼掌柜，他见你不见我。好。雪欣，陛下时常念叨你，你若有空可以入宫见见陛下，顺道来摘星楼坐坐。这也太委婉了，是怕我拒绝吗？好，2个男人都无微不至关心爱护着他。洛雪欣也想他们高兴。哥哥，小舅舅，前18年我过得很好，师父疼我，师兄师姐宠我，师弟师妹崇拜我。从前我过得幸福开心，现在有哥哥和小舅舅，我更幸福更开心。哥哥，小舅舅，再见。黄云跟着洛雪欣进了摄政王府，2个人久久舍不得收回视线。林无道激动到难以自持。木哥，雪欣还我小舅舅了，
我没听错吧？没听错。哼，走。木哥冷哼一声，下令让马车离开。林无道笑开了花。陆雪欣回来的消息第一时间送到景林面前。景林早就处理完了公务，得知陆雪欣回来，迫不及待动身想去西院见见他。王爷等等，王爷给您。景林接过，用手一摸，狐疑偏头问道：一本书，何意？这是当初查封司马家缴获的秘籍《帝王心术》。胡闹！方福陵，你想造反吗？你有几个脑袋看？今儿景林看帝王心术，消息传出去，明儿全大号都会传他造反密谋。王爷误会了，方某忠君报国，绝无造反的意思。此帝王心术并不是王爷您想的那样，这是秘籍。司马家总共出了5位皇后，比宋氏还多出2位。此书便是记录了司马家培养皇后的秘诀，如何获得帝王专情，稳坐后宫屹立不倒。原来如此。此书你给本王做什么？自古帝王滥情，后宫争宠不断，能拿下帝王的手段王爷学会了，还怕拿不下王妃吗？王妃总不能比帝王还难搞吧？本王一个瞎子，你给本王怎么看？有戏。方某念给王爷听。念。方福陵翻开第1页，清了清嗓子念道：帝王心术第1招，男人喜欢甜言蜜语，要会夸。王爷，女子也是如此，爱美爱漂亮，您要多夸夸王妃，让王妃知道您心底时刻有她。景林若有所思的点点头。第2招，男人贪恋痴迷美色，女子年轻貌美，穿衣打扮新鲜亮丽，最为诱惑，方能长情。本王不贪美色。王爷，您不要套入自己，您想想王妃，您眼下是看不见，但王妃能瞧见。请恕方某大胆，王爷的姿容在男子之中也是极品绝顶，万无之一。比之牧歌如何？方福陵一惊，跟谁比不好？为什么要跟大舅哥比？又不是情敌。哼，仙儿对牧歌的容貌声音赞叹不已，夸了又夸。这个各有千秋。方福陵头疼的想了想，张嘴：王爷您尊贵无双，威武神俊，仙人之姿。牧歌公子招蜂引蝶，不是良配，但到底是王妃的哥哥。景林点点头，嘴角噙着淡笑，对他的评价很满意。你觉得王妃喜欢本王的相貌吗？肯定喜欢。继续念。方福陵表情木然地继续念下去，一边念一边给景林出谋划策。等王爷追到王妃，高低得给我一个大红包，夫人也得好好谢谢我，否则以王爷的德行，何年何月才能抱得美人归啊？这一探讨帝王心术便花了2-3个时辰，午膳都错过了。景林行动力极强，现学现用，立马换了身衣服，心底琢磨着甜言蜜语，大步匆匆往西院走去。西院，王妃这位是黄陵，是哥哥的丫鬟，以后就跟着本王妃了。时隔1日，陆雪欣再次检查素月身体，还是没有发现端倪。当下素月看着健康无事，也只有等6日后宋氏找她送上毒药和解药。午后，陆雪欣在小药房整理药材。小姐，摄政王来了。黄陵不必敬畏担心，王爷是很好的人。黄陵连忙摇头，他不是怕摄政王，但是黄陵一时又找不出语言来形容，只得支支吾吾道：小姐，您见了便知。陆雪欣一头雾水，迈步走出小药房。陆雪欣瞬间明白黄陵为什么支支吾吾，换他也看呆了。连景林走到他面前，两人只隔着半步远，陆雪欣抬手就能摸到结实有力的胸肌，他还没回过神来。欣儿怎么了？陆雪欣下意识抬头，视线从胸肌、喉结、下巴再到景林脸上要奔放。陆雪欣倒吸口气：王爷找我有事吗？知道你回来了，来看看你。欣儿玩得开心吗？很开心。王爷这身衣着是刚出府回来？不曾出府，专程穿来给你看的。穿给我看？我看不见。欣儿觉得如何？适合我吗？适合，王爷天神下凡。既然欣儿喜欢，我以后便时常换换新鲜，免得欣儿看厌了。啊！景林迈开一步，又拉近了距离。欣儿天天看着我这张脸，怕你无趣，看腻味了。怎么可能？陆雪欣睁大眼，很想说她看着景林的脸永远看不腻，下饭更香，但话到嘴边，直觉景林今天有些怪怪的，像是勾人的男妖精。我昨夜没回来，王爷眼睛疼不疼？不疼。欣儿，我昨日恍惚看到了一瞬光，
眼睛是有所好转了吗？洛雪欣又惊又喜，立马抓住景林的手：“王爷，跟我进来。”两手相握，景林的注意力瞬间全部凝聚到手上的触感，软软的，暖暖的。他被按在椅子上，先前牵着他的手，此刻摘下蒙眼布，捧着他的脸细细观察，又温柔地抚过眼眶，按压穴位。景林不由吞了吞口水：“王爷，说说你昨日的感觉，我现在按按你的穴位，再说说此刻的感觉。”好。景林一五一十回答。洛雪欣收回手，若有所思琢磨了一下，让黄玲去取纸笔。王爷的眼睛的确有所好转，可以换个药方子喝。景林偏头朝着洛雪欣问道：“欣儿，我何时能够看见？”这个不好说，换个药方子，开始药浴施针，看看效果。景林点点头说好，然后轻笑一声，语气温柔向往地说道：“欣儿，大家都夸你绝色娇艳，倾国倾城，我很想看看你。”洛雪欣刚刚下去的温度噌的一下又上来了。大家夸过了，也没那么美。不，在我的心底，欣儿就是最美的，天下无双，无人能及。景林语气赤诚，神色认真，再简单的话语也因他的态度变得不寻常。最真诚，最感人，最真心，最动人。王爷等着，我一定治好你，让你早日看见。好，欣儿还是不愿意喊我的名字吗？不是不愿意，是没习惯。再看向景林，洛雪欣抿了抿唇开口：“景林，我们今晚药浴施针，你没有问题吧？”没有。要脱衣服的哦。景林忽然呼吸乱了，脸红，耳朵红，一路红到脖子上，他艰难开口：“脱多少？”